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然后这个礼拜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事情啊。那么首先重要的事情，我们先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消灾忏罪法会啊，现在是农历7月2号了嘛，对不对？那我们消灾忏罪法会啊，我们报到下个礼拜天啊，下礼拜到因为我们9月1号截止嘛，就大概报到下礼拜天。那还没报的赶快报一报。我们这个消灾忏罪啊，不包含的是说只有你的祖上啊，我们还包含你的冤亲债主、累世的冤亲债主。这个冤亲债主啊，能不能一次就可以把它解决掉？我告诉你是很难的啦。不是不是老师功力不够，我就不说了。但我们说一句话哈，你可以欠别人可以记你的冤仇，可以记个几百年，然后嘞再等你给你讨报，你就说他是不是可以一次法会可以结束的？啊，不是哈，我觉得你去找谁都一样哦。都可能达赖喇嘛比较厉害吧，还是谁比较厉害吧？我们不谈哦。但是基本上冤亲债主啊，是累世结下来的，他可以等你几百年哦，至少少了也可以等个几十年了。你觉得一次可以劝得过吗？很难。所以说呢，冤亲债主的法会啊，无论你在哪里参加啊，老师建议啊，就是每一年啊，你去哪里报都可以啊，不是说一定要报我才有用，就是说你到其他地方报也可以，那没有勉强啊。那说其他的老师可能会其他的法师啊、护持啊，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建议你每一年都做一下，会是比较好的。毕竟这个东西啊，人的人生旅途很长啊，你没有办法记得，你也不知道你之前得罪过谁。但是你说我这辈子不知道，是不是就跟我没有关系呢？也不能这么讲，对不对？也不能这么讲。有些事情啊，你做了就是做了啊，只是你忘记了，不代表你没做过嘛，是不是？做过我们就是要负责。这个世界上啊，你所有的这些物质不灭定律啊，那种相对论是一个可以证实的东西，就是你做错了你就得还。啊，你要还怎么还？那冤家宜解不宜结，拿什么还？拿你的诚心还。我告诉你啦，所有世界上东西欠钱的不可怕，欠钱欠债不可怕，最怕欠情。情是什么东西呢？恩怨情仇里面的情。为什么？因为我就这口气我吞不下来，我这口气吞不下来，你到天涯海角，我他妈得要跟你报这个仇。人是欠情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欠财。你要说什么？我不能这样讲哈。但是我个人好吧，我个人觉得你说要烧纸钱呢，去还阴债这个东西，我抱持的一个问号哦。它一定有它的功用在啊，很多师傅都有在做嘛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做一定有用。但是我觉得很多的问题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多的能够让你记几十年、上百年的仇，那不是你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当然，有些还阴债那个是还你过去一种亏欠没做好的事情，或者你欠别人钱什么，那也是有可能啊。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是说，大部分来跟你讨的都不是因为钱的问题，钱这个东西没有就没有了，对不对？大家都很看得开。但是情呢，对不对？杀人越货，或是你要干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大堆。对，老师跟各位以前讲的故事，因为一口丑八怪，他可以记你一个100多年啊，来跟你讨这个债。是不是劝的？后来劝开是没错了，但是都是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说这个事情老师建议你报啊，你不一定找老师报，但我建议你去其他地方也得报一下啊，找你信任的师傅都可以啊，不是只有找陈老师你才有用，好吧？找其他师傅跟老师都是有用的，但是我建议你去做这个举动，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的一个民俗月啊，这个7月啊，申月是什么东西呢？申啊，上通下达。你知道吗？这个申这个月啊，因为这个申嘛，跟申的申哦，那这个申月就是上通下达，这个时候你做消灾忏罪啊，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天地之间啊，三界你三界都有机会去交流，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面啊，不是说只是吃大拜拜就没事的啊，这个是一个所有的一个众生啊，我们可以再串在一起啊，生字嘛，串在一起啊，是三界串在一起，我们可以去很好沟通的时候啊，我是非常建议做这件事情的，好吗？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风水课程今天第9节已经更新了哈。那后面呢，我们的课程就会把我们平面课程赶快把它上完啊，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维的课程要去上，很多很多。那第三个就是刚才很多那个前2天我老师没注意到，不好意思哈。那有跟老师反映啊，就是排盘网站啊，还有我们乾坤门的8字排盘系统啊产生了故障。这件事情我今天才知道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才知道。那因为这个的事情啊，老师明天去排除一下，我发现我那个逻辑处理器啊，就是写8字啊，它要逻辑处理器，那我逻辑处理器啊已经嗝屁了。哦，他没有逻辑了，疯了，mad，就是说我要去修了一个逻辑处理器啊，给我2天的时间，本来以为明天就可以修好，但我刚才发现那个逻辑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错谬啊，因为用的人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了啊，所以说它产生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谬，所以它就无法反应，呢，我得去修吧，对不对？我这明明是个算命的，现在变成回去写 RD 了，我也要昏倒，好吗？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继续开始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答案，好吧？那首先呢，我们看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罢免嘛，但是又清零了7比0，这个其实不是我去算都可以知道，全部人大概都心知肚明，这个事情大概是不会过的啦，因为你在蓝营的本命区，加上你现在社会氛围，你要想让他罢免其中任何一席，我都觉得
非常难了，非常难了。所以你不用算是那2位的一个命格，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你是很难过的啊。说果不其然是没有过的啊，但是啊那个核能这个问题啊就差一点点，那我是觉得可惜。但是实际上也是一样啊，我跟各位去讲过，核能这个问题啊，其实公投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因为它也要最快你通过了，就算500万人达到了，你通过了，它也是28年或者去实施。28年了，开玩笑，28年都换人了，你知道吗？28年都换人了，你这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第二个就是下一任如果不是他，那你有没有公投他都会，那下一任总统假设不是民进党的，那其他党他就让他过了，你就让他恢复通过了。假设没有两岸没有统一状况之下，他也让他过了。所以有没有过这个公投，我觉得都是个假议题。那个这只是一口气的问题，这口气没有吐出来啊，有点遗憾。就有点遗憾了。说真的啦，这真的是有点遗憾。但是呢，也是展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名利措施啊，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选举，公投嘛，之前也是公投护台湾加入联合国，那公投过了怎么样？联合国让我们进去了没？没有嘛，是不是都没有啊？这个公投有个屁用啊？是不是没有用的？民主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个假议题啊。各位，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古雅典时代、古雅典、古希腊去实行这个民主制啊，而且他们还不是全民的，还类似像美国现在的一个制度，就是你必须是公民啊，你不是公民的，你不能投票。对，以公民制的状况去决定古雅典的一个民主制度，而且他们还是有500人会议啊，这么庞大一个基数来去决定，然后一些国家该发展的大小事情，到最后他妈的不是亡国了吗？对不对？那你比不过别人拳头大嘛，拳头大的人赢嘛，是不是？你说那个，就说那些波斯大帝国，他们需要这个举手投票吗？不用啊，打了让你胡说八道，对不对？斯巴达变成是什么？就变这什么打都没有了，对不对？对不对？就变成卡斯达了，都打成酱了，这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真正厉害的还是要怎么？还是要看这个整个世界的运行有没有比这个民主制度更好的一个制度出来。当然，我目前看到推背图里面最好的制度还是 AI 去管理嘛。AI 管理人类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谬了，因为它按照逻辑办事嘛，是不是？那逻辑办事它自己会做修正。哦，这个像老师已经写了1个月的 AI 系统，基本上已经写完了哈，以后就有一个训练一个助理出来，老师以后的工作进度会越来越顺畅啊，给大家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是老师很努力很久了，写的真的是。这个月很努力写了，但实际上已经从4月底5月初开始写到现在，总算有一个结果了啊！这个相信老师有这个系统啊，自己完成的系统啊，我觉得可以帮忙各位很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罢免这个事情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所以很多人来问老师啊，然后第一个那个柯文哲能不能放出来？我告诉你，既然都已经输了，我为什么要放他出来？你给我一个理由放他出来，对不对？反正都输了，我放他出来干嘛呢？是不是说就没有必要放他出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以公正立场来看呢，当一个人他如果权力受到挑战，而没有人可以制约他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没有我们台湾的一个中华民国的法律是没有办法去制衡总统做出任何的决定。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像美国也是一样，你无法去阻止总统做任何决定。那你说美国的法院已经终止了这个特朗普，你必须要去承认废止你现在的这个关税法啊是不合法的。那特朗普废止了没有啊？你没办法阻止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那所以说你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有用？你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算展现100%的民意，你也无法把这个总统给做出任何的改变。这个是不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这是很现实的状况，因为当你有这个权利的时候啊，你是无法推翻他的。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泽伦斯基是没有办法推翻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可以挑战他，因为他现在战争期间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权利。所以泽伦斯基只要能够呼吸，乌俄之战就不容易结束。他只要不呼吸了，立刻结束。所以他要不要呼吸，取决于在他背后的代理人呢，把他视为代理人背后那只手。要不要让他继续呼吸？让他继续呼吸，那么就拖俄罗斯。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如果不让他继续呼吸，那这个事情结束了，那世界要摆向另外一个局面。但是目前来看就让他继续呼吸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观众觉得歹戏拖棚，但是实际上泽伦斯基必须呼吸啊，那对很多人都很重要。他不呼吸啊，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危机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讲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台湾如果说你要去改变任何一个状态，说比如说你这民意是这样的，那柯文哲是不是应该出来了？那是两回事，因为我们很简单一句话嘛，昨天的记者会也有讲一句话，什么呢？要尊重法律啊，对，尊重法律。那法官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也只能尊重，也只能尊重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说，即使你立法院现在已经稳如老狗了，你蓝白已经完全可以制衡整个立法院了，那你实际上你也没办法改变国家什么事情。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你如果各位是在现场有任何法学前辈，那我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但是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确定，这个台湾的现状是不会因为你的公投快要通过，或者是因为你大罢免清零，所以说你们就会变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啊 ？No。
，no way，no way。好，我们可以自己为自己用比较好的未来，但是现在的政策一定是维持下去的。柯文哲要放出来过今年，我们再看看明年谈，我还没看到明年的运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明年啊，它运能不能好一点，把它放出来。那今年我觉得11月没有出来就很悬了，我个人是这么的看法，11月没有出来它就很悬。因为11月那个前后，它真的没出来就很悬了。所以说这个状况来讲，你说它会放出来，其实没有必要放它出来，因为放出来对于那个要害他的人，我不知道谁啊，我真的我不知道谁要害柯文哲，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柯文哲是有罪的，也可能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他是无罪，有人要害他的话，那害他的人也不会那么早让他出来，因为出来对他来讲，现在这个局势不好。对不对？你现在觉得不好，你放他出来，等于让自己认输。你让自己认输的状况之下，那不是其实更糟吗？所以你最好再继续在里面啊！不为什么，就是因为需要你在里面，所以你在里面。这个就像以前最早期的这个白色恐怖时代一样。蒋介石的警备总队就是你不需要你出来，我不希望你出来，你就不能出来。比较有名的是谁呢？像老师这种像那个7、8年级的人都应该读过，在国中的时候在台湾上学的话。你一定有读过一本书，叫做柯其化。柯其化就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受难者之一。他在牢中写了这个柯其化的有一个什么grammar 那个什么柯其化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文法，英文文法超恨他的，靠腰被柯其化，我刚昏倒了，真的是昏倒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需要在里面，这是对当权者比较重要希望你在里面，而不是你真的有或没有不重要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需要。玩政治游戏，你就得去碰到这个政治游戏的规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件事情。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我老师必须在这边跟各位讲，因为31-0之后，所有的一个内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组，你改组了一个秘书长那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那个我们之前知道吃那个姑婆玉的那位先生他当然就是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改变整个世界，因为你只是一个秘书长，你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执政环境，或是因为你很会做事，然后把整个党都改变，那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目前为止就只能维持现状到下一次选举。所以说现在有人说那个民进党会有没有人要去挑战他的总统大位我觉得这个是问号。问号，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已经接近了，说白了吧，老师说一个最简单的，你已经到了溥仪期了，溥仪朝了，你要怎么去努力呢？没有用了，对不对？你已经到了这种末年了，你要怎么办呢？你怎么去努力呢？是有效的呢？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可以确定是说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是说，现在我们的关税产业里面包含了机船、模具、塑料、电子零件，受到20%到300%的关税冲击，你出口订单已经完蛋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那这个礼拜也发生了，比如说51年的老厂，因为关税还有你断代的关系，它已经产生了什么关停了。那关停之后呢？目前为止就已经会产生一个什么？比如说在台中有一些的科技园区或精密工业园区开始出现了厂房的抛售潮。厂房抛售潮这个事情是一个危机，各位你要去理解这件这些事情。各位可以在这几个月，尤其这2个月，你要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你要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台湾高速公路上面的货车你在节关日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大排长龙的塞车现象？如果有，台湾经济就还可以维持，但是如果你看它慢慢变少了，那你就知道就可以回想到2008年 SARS 那段事情一样，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去反抗这个潮流的一个变化。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发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 GDP 成长那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够评估出来，就是2025年上半年降至2.1%的 GDP 成长，也就是出口连3季的负增长，失业率有可能会提升到4.7%。为什么？因为你半导体产业还有工业的这些下岗潮会出现，那个没有办法。而人口结构现在也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老师这3年我没有给你夸张，3年你找我3年的直播都讲一样的事情，连续我们现在人口的结构是连续19个月负成长，已经迈入高龄社会，就是生不如死。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各位，你要去理解一件意思，就是我们前2年我们有所谓的新青安政策，新青安政策我们不能够全部怪现在的执政党，我们在评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这整个环境。因为同样当时之前在选举的时候，侯友宜先生他也抛出过这个新青安的一个政策，就是让低利贷款让大家都买得起房。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民进党专属的一个模式，所以说不是所有锅都应该是我们的校长该背的其实这个事情就国民党上来他也会做出来，结果跟现在是差不多的。
那个是没有差别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要去了解。青安贷款跟新青安贷款，这个是行之已久的一个政策，只是新青安它是一个更优惠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失业率提高了，你的产业下降了，你的物价也提高了，那么你新青安的断供潮会不会出现？断供潮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申请了新青安了，然后你也什么都通过了，但是你现在要缴那个房款了啊，但是你现在失业了，怎么办？你失业了，然后呢要提高你的成数了，然后还有一切东西你要去补这个钱了，一补就是几十万、100万的，你有钱吗？没有钱，你贷款也贷不到了，因为你之前能贷就贷了，对不对？现在你要交这个房款了，你交不上了，怎么办？你就完蛋了，这你就断供了，对不对？也包含了什么？你之前买过房子的，你没有用新青安的，是不是？因为你就是买房子，那么你现在失业了。是不是你缴了10年的贷款？我今天不讲你是这几年买的哦，我就说这你10年买的，你现在断供了，你要怎么办呢？你就没有钱了嘛？你怎么继续缴这个房贷呢？有些人房贷杠杆做很高，我告诉各位，不要以为说有买房子你就稳当。很多人买房子一年一个月你要缴到3、4万块的房贷，因为他觉得我的年收入大概10几20万，我缴个3、4万的房贷不是事儿，是不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如果你有20万的月收入，你缴一个7、8万的房贷，我就觉得你还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前提是你这个收入没有降低，而且你也不会是下岗的状况。你才能够去缴这个7、8万房贷嘛？你缴得起7、8万房贷的人，那么你的生活消费至少要飙到20几万。人就是这样，你有高房贷，你有高生活品质，你的其他支出就会高。哦，这一定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是说你住了很好的房子，然后你吃了泡面，这个状况是比较不会出现，因为你觉得品质到那个地方，我就应该往这个地方去迈进，不然为什么借贷市场那么样的兴盛？但是问题是7、8万房贷也就算了，你3、4万的房贷或2、3万的房贷总是要吧？如果2、3万的房贷，然后呢，你这个月下岗了，你本来一个月4万块、5万块，努力一点还有6万块的，你现在全部的收入都没有了，然后你现在还要继续还房贷，怎么办？要么增贷啊，增贷也要看你现在有没有工作，你没有工作，你要增贷，银行会打个怵，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未来能够还得起？他们有他的风控嘛？这个不能怪银行，雨天收伞这是银行该做的事情，趋利避害嘛，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你都断供了，那接下来是怎么样呢？接下来就会进入到很多的法拍潮，法拍潮，或者你要卖，你前提是你卖的价格别人要买。比如说10年前买一定赚，那前提这个如果你在那个什么台北或者是高雄，你可能买了，你就低一点可能会买，你可能真的赚。其他地方呢，当这个所谓工业园区附近的或是科学园区附近的人都开始跑了，那么你现在这个房子真的是金店面，真的是金屋子吗？你没有就业需求的地方，你的房价不会高。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当科学园区、当工业园区开始抛售厂房，要开始准备去撤资往外移的时候，你这边的房子你能够继续缴下去吗？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新竹那边的房子贵不贵？贵，一定贵个字贵，很贵，非常贵。会贵多久？贵到我们的一些台积电或其他半导体移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它就会下来。下来之后有没有人买？没有人买，为什么？因为新竹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值得让我在那边买房子，因为只有就业，就业才是它硬需求。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就业才是硬需求，你没有就业，你房子就没有需求。这是不是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半年之内，我们会看到房价会大幅的修正，你的法拍数量可能会提升，法拍数量会提升，那么后面你所有的一些金融连带的事情，你的授信还有你其他的一些信用贷款，你也会紧缩。为什么？因为银行预计我可以收来这些钱，然后我再贷出去，但是我现在贷出去了，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有再进来，那么我以后我就不借更多钱出去了，那么你的资金是不是开始产生了不协调？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叫央行大放水吗？放水也没用，放水它是借给能够还得起钱的人，而不是你什么人借钱他都要给你啊，因为你还得起钱才有用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只能去预期是说，你自己的现金资产够不够哦？老师跟各位讲，你一定要准备好现金哦，你一定要准备好这么多的物资。很多人有一个朋友在下面留言说，你物资存了发霉了没？老师是没有发霉，因为我都边存边吃，我保持一定的干粮储备，比如说我有米。对不对？我米还面，然后因为我像这暑假我吃的特别多，为什么小孩子在家嘛，我就煮饭。那我存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罐头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因为我懒得煮饭的时候，罐头拉嘛，也是肉酱面嘎嘎也是可以吃，对不对？这也就是一餐。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变成是你有没有储备，你有没有消耗啊？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水位，就像一个不断电系统，你有一个储备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担心这样的方法出现。所以现金也是一样。当你认为我的工作很稳，我是公司的这个核心的人员，而你公司没有我，他不行。对，公司没有你不行，但是公司已经不行了，那要你干嘛？那你说我可以换工作，我这个人才很抢手的，那前提是其他公司也不行，那要你干嘛？
总会有人不行，而且这个不行是一连串的不行。那我去国外找工作，国外也景气也不好，而不是只有我们不好，对不对？全世界都不好啊。像中国的房贷断供潮现在是很多的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刚本来你要讲，这边稍微举个例子来讲，2024年断供潮，那法拍屋那是2023年的70%，增长70%，等于说它涨了70%的一个断供潮。是不是？那你房价怎么涨上去？所以说你现在有买房子，这2年买房子，我说你一定完蛋。你不信，你买了，你完不完蛋？你肯定完蛋，因为为什么？你还了3年5年之后，你发现你现在卖掉，你前面缴的根本都没有了，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状况，你没有办法去克制这件事情。再加上这几年，如果依照美国现在最新的一个评估啊，这个解放军在2027年打台湾呢，是一个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把握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不对？那我相信啊，他们只要说2027年会到了，那不是提早很多，不然就是晚很多。因为兵不厌诈就是战争，没有在你预期的时间去攻打，但他们有他们自己情报来源啦。我只是觉得是说，当9月3号他们的一个建军节，好，一旦出现了，就我们的军人节哦，他们的这个抗战60周年的一个纪念。你看他们的军容就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抵抗他们了，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美国军购即使现在100%都到台湾了，你也他妈不够他打的，这个很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买的武器并不是能够抵抗解放军的武器，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所以说现在中国跟台湾之间，其实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一个可以平衡的战力，或是任何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取舍地方。我们你看它就一定完蛋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两岸之间，你看好像是抗中保台，但是两岸的贸易逆差已经提升到42.3%。对不对？那你代表是说台湾对它隐瞒度是很高的，对不对？就中国对台湾是他们逆差，我们的顺差，是不是？而且这金厦小三通的客流量突破了100万，是不是？那还有很多台湾年轻人一直不断的往中国去找机会，为什么？台湾没机会啊，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台湾没有机会，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往那边过去。你不能阻止年轻人去为他自己前程去奔赴，对不对？我们这种中老年的，我们守在台湾，我没话讲，对不对？但是新的年轻人，他要去诗与远方去追逐他的理想。拿他的竞争力去打败中国的竞争力，有没有可能？他能够达到的事情就应该去做，就应该去做，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呢？对不对？中国年轻人跟台湾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台湾人敢勇敢犯难，中国年轻人不一定敢勇敢犯难。为什么？他们想找一份工作，而台湾人是想办法是什么？我要得到你的东西这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一个创业心比较强，中国青年他们的创业心跟他们的勇气比较弱一点，就找一份工作。我是曾经见过一个人来在短视频上讲，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秘书人员，或是很优秀的一个策划人员。为什么他找到一个1万人民币的工作这么难？问题是你会做策划，你会做这些营销，那你到底你如果真的能为公司带来金钱，你能够带来一些收益的话，人家当然会要你。问题是你所谓的策划做很好，大概就是 PPT 做得很好，你也没办法做出实质的一个收益，那公司当然不会要你。你做事也很简单，你能不能替我赚钱，就是我请你的必要性。不是说你会什么，而是说我能不能通过你赚钱。我能够通过你赚钱，那你存在有意义；我不能通过你赚钱，那你的存在没有意义。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找工作，或者我们在做这个未来人生发展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能够赚钱，第一名。像老师教课，你能够为别人拼命，这是最重要的。你不能为别人拼命，那我教你那么理论干嘛呢？对不对？河图跟洛书我不教细，为什么？因为你客人不会问你这些，客人只问你我怎么样可以发展，我怎么样可以更顺。对不对？我怎么样还有个老婆不会跑路，那个小孩能够娶到太太，是不是？人家问你这个事情，那我就只教你这个，你要能够替客人解决问题的事情，才能够去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台湾现在也在做这些事情去找，而前2年的所谓的一个，包含今年的2025年封锁台岛或者其他的一个事情其实就变成是说你整个两岸的态势是不稳定的。那么现在我们的政府通过这个大罢免的一个问题清零之后，会不会改变？还是一句话，不会改变。你所有事情都不会改变。很多人说你要看2026年所谓的那个县市长选举怎么看你都不可能翻盘。那现在只有看那个什么蓝白两党会不会闹翻。目前老师所得到的情报是，目前闹翻的概率不高。目前概率不高我告诉你，真的是要去弄蓝白两党，很简单一件事，你把柯文哲放出来，柯文哲就跟国民党闹翻，你信不信？柯文哲放出来，他就不跟国民党合作，他就维持最低级的合作。你找黄国昌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可以当执行者，对不对？他一定是需要有一个强的领头，然后帮他带着一起走。但是柯文哲不是啊，柯文哲就是万般绝刚治天下，唯有正义人治天下。对不对？他觉得我才是治天下的人，那其他人怎么可以治天下呢？是不是？这个一国不立两主啊！所以说，真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柯文哲明年放出来，一放出来，那蓝白合作就告吹，你就不用去分是谁的，只要是哪里谁的选区了，那这个事情就可以得到渔翁得利就像去年选举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整个状态之下，其实你说要改变台湾的经济跟你所有的问题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基本上你就可以想，如果你有能力，你现在可以往其他地方发展，往什么往东协，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你可以当首选。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于华人的包容度是比较高的。比方说马来西亚不发过排华事件的，马来西亚毕竟还是有华人的势力存在。那每个地方都还有华语学校，而且是享受公民教育的，所以说你新马地区你是可以去的，有能力的你往新加坡，能力一般的你去马来西亚找找看机会，其实都还有一个状况可以去处理，毕竟我们资讯化跟知识化还是有差别，就连中国的青年你往东协发展，你都还有机会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机遇，你有这个机遇来去经营我觉得那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好吗？好，那这个台湾事情我们讲到这边了，我们接下来看美国的问题看各位先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喝个水。和上面通过投票那天没办法，那不是全国性的问题。科技化太可怕了。大家晚上好，感谢曲老师赞助，谢谢，感谢曲老师。美国面临最高的情景，毕业及失业不是现在全世界大学生的面临通病吗？现在全世界大学生都是毕业及失业，少部分你能够就业，但是大部分的毕业及失业。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劳动力跟供需的一个水平已经开始歪斜了，所以说你基本上大学生出来，除非你有一个个人专长，那个人专长是什么？不是你学校学到的，而是你可以直接服务社会百姓的。我说实在，哪怕你修车，你都可能比你一些高考的一些什么博士、硕士还找到更好的收入，因为修车是必要的。你可以服务老百姓的，老百姓我今天要换轮胎，我这么就得找人换，我自己不会换，那么我就得给你钱来换，对不对？哪怕你只赚个100-200块人民币，你就是得换，你不换你就不行，是不是？比如说老师现在那个车子有个地方有毛病，就是那个仪表板的灯坏掉了，是不是？我算尽天下，对不对？叉子一算，未卜先知，然后预测世界前50年后50年，没屁用。你他妈仪表板灯换掉，我就换不了，对不对？就换不了啊，你怎么办？我就得找人去换。还跟我讲这太麻烦了，你以后你再预约时间来换，我能够怎么样？说对不起，下次我预约，预约还不见得想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换个灯泡你赚多少钱？我就想办法弄多一点坏的地方给他修，不然人家谁要帮我修这个事情呢？是不是？所以说你能够毕业及失业，代表说你没有一个服务老百姓的社会性专长，你没有社会性专长，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去生存，好吧？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现在要把我小孩一定要教会他们的命理，对不对？我现在赶快，现在已经念高中了嘛，我可以尽量传他们，假以时日，对不对？跟我个3-5年，是不是？我下一代出来了，那我家下一代，我女儿们都会了，那你们就有好事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小孩，不怕说陈老师哪一天嗝屁了，有没有人去帮你们处理事情？有，我小孩在，就没问题了，是不是？当然，各位同学们，你要报老师课程的，你赶快学一学，我全部都教。我不隐藏，我能够教多少我算多少我能够教多少我算多少。你只要愿意学报课给我点数据，让我活下去。大家互相的教学相长，我都愿意教我不留的，什么是一代留一手，我没有在留这个东西的，都教。你看，我只怕你们学不会，我只怕你们没有办法为客人服务，我从来不怕教的，因为全世界中国人，光中国就有13亿人，你他妈的我们这样培赚3000个老师。请问一下，吃得完这个市场吗？吃不完的啦，好不好？没问题，好吗？医科医技不会失业，其实还是会你这个医生这个事情并没有这么好做的事情。你在台湾或是一些地方，你可能医生还有点空间，但是你必须用时间去换。你像中国，你说你学医的会不会失业？你一样失业，好吗？一样失业，除非你有特别的一个手段你才能够是说我一个月可以来个3-5千7-8千人民币固定收入，然后然后那个社保还是别人交的这可以。其实医学这东西在台湾我们会以为是说学医的就一定不会失业，没有这个其实在世界各地医生不见得不失业因为你要有医院要你，而且你能够创造医院的业绩，因为学医的人这么多，缺你一个吗？不缺，是真的不缺，好吗？好，那我们接下去讲我们接下来的美国状态接下来快点。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这状况是比较多的一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鲍尔在前2天22号吧，他有在暗示说，有可能要降息这个事情，说造成了一整个股市的大涨，或者是一个波动很大。但实际上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去理解一下，是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举债速度实在是过高了。你即使降息，你是可以降低你的一个利息支出未来举债的利息支出，不是现在的利息支出而已，是你未来举债的利息支出。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是必须要去赶快降更多的息，为了你举债，然后来去
拿钱来做他的事情给更多。但是各位有没有去想一件事情？他哪来这么多的空间去举债？特朗普这上任这快半年多以来因为他1月上任的嘛，现在已经8月了，对不对？这半年多以来，他做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涨关税，还有马斯克为了去怎么样了，以事变法100天，对不对？在这个状况之下，什么地方是需要花这么多钱去举债去维持的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他居然可以在半年之间涨了大概好像差不多有好像是5兆美元的一个国债。涨了这么多的国债，他到底拿去用什么？没有，我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任何的可靠情报，是说他钱拿去放在特别的地方，然后投资美国。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连补贴都暂停了，你怎么会改变呢？大而美法案他也没有是说要投出更多的钱，也没看到他实质上支出。所以这大笔钱，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去知道，这笔钱单纯就是借新还旧的概率是高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它6兆美元是必须要去还的那个本益比，在6月要还的6兆美元。那么你刚好这个举债的状况之下，配合它的 GDP， 是不是等于它把借新还旧来去度过那一次的危机？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真的有兴趣找了，各位去看一下。真的可以去找出来，美国这上半年所举债的额度暴增，跟它的还债日期是有关系的。他先准备新的，就还旧的，借新还旧，借新还旧。遇到这个状况就是破产前夕有碰过信用卡债危机的就玩过了，我也遇到过，我也有卡债危机过。不是说我老师，我从年轻到老我都是品学兼优，没有，我就遇到那种卡债危机，我就借到那个还不出来，然后就被停卡现在还完了啦，是没错了，我被停卡过是不是？因为你还不出来嘛，对不对？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对，在乔治一跟玛丽，是不是这件事情？对，然后后来还完了，还完是还完，但是你的确有这个状况去在，所以借新还旧这个事情到后面你一定是完蛋的，肯定是完蛋的，感同身受，我自己都尝试过了，所以这也不是什么黑历史，这就是犯过的错，我们就去认。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看到是说，他希望能够降息，就是未来借钱成本更低，让他可以有周旋的机会，因为他还有3年要过。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就是说，你现在整个的态势并不明朗你的所有的一些后面你要推动的政策，或者是买了军备，或是任何的一个战场的更新，你都需要钱，因为这些钱你是必须先支出后回收。比如说乌克兰战场吧，他现在给乌克兰所有的资源，你都没办法回收，你必须打完仗再回收。对不对？打完仗才能够回收，那回收时间，那你肯定不是1-2年的一个事情，你这一回收时间，你可能要抓2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账其实是摆不平的，这个账是真的是摆不平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发现降息有没有办法去刺激美国的经济呢？实际上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以美国的状况来看，你做出来的关税壁垒平均是20%，我们说20就可以了。我们不要说台湾或是对印度100%，我们都不说。光他现在的政策就是最现在的是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从印度从哪个地方寄进去的这样免税的措施也取消了，好像8月22日吧，好前天的事情，他也取消了。那么在这样取消状况之下，那么请问一下，百姓的生活成本一定是提高的，所以是说你鲍尔能够降低多少的利率呢？对不对？你降低不可能降10%利率吧，就变成负利率了。对不对？不可能降10%，10%就是负利率了。那你降5%，那5也是负利率了，对不对？你降5%也是负利率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平均的成本是涨高20%，然后呢，你的降利率降5%，然后你就说我这样大量的重新 QE 那个时候是特朗普第一届，他还有前面留下来的一些资产，他可以挥霍。他说第一届他去碰上疫情，然后做这个大 QE， 然后支票上签特朗普的名字，然后让整个美国好像度过那次危机，成不成功？是成功的当时老师说，那个你不 QE 没办法，因为当时在那个什么金融海啸的时候，在那个雷曼兄弟2008年雷曼兄弟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尝过是说这个不去 QE， 那你的经济是没有办法挽救，造成更大规模的破产。所以特朗普 QE 了，有没有让美国度过那个危机？是有的。那拜登再去当一任，那现在回到特朗普去当。这个事情能不能获得改变，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美国它现在的货币信任度并没有这么高；第二个，你国债更高，你国债什么时候破产，那只是一天的事情。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破产前一刻就是大家不信任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破产。什么时候决定不信任？你就问雷曼兄弟嘛，雷曼兄弟就是前一刻不信任的，这我们之前讲过。所以是说，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美国2025年6月的 CPI 同比上涨2.7%，跟去年的6月比起来上涨2.7%。那么光这个涨幅，你告诉我，你降息降多少，你可以把它补回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降息到底可以把它补回来？没有办法，因为到目前为止，你包含了对中国、墨西哥、欧洲去加征20%到25%的关税，还有行业关税，包含钢铝、汽车的25%关税去叠加，推升的 CPI 就是1%到1.4%了。
对不对？核心的 PCE 的通膨也达到2.9%。是不是？那你欧盟的问题，你现在还没办法去计算，因为8月1日生效的欧盟关税，你在这个月你也计算不出来。那么真的计算出来，大概是10月的时候，你10月、11月发现这项第3季的事情也是有这样危机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降多少钱能够救这个经济？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那是基本上很难的一个状况。所以说现在有人在去估计什么？美国关税成本传导制以及它的质变，企业的库存，它的缓冲效应，也就是说呢，它2024年已经囤积的这些低关税的商品，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它可能会做这些事情，特朗普可能会当选。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已经赶快去囤购，然后到特朗普上台之前，我们赶快把原料去囤购。但可能也会在前2个月它就耗尽，所以说后面还在进货的是这是传奇，所以还在海上。那么你78%关税成本会转到消费者，那800元每升以下的那些包裹又取消免税了，那么你所有的中小型的一个工业制品、进口商品，你就会涨价，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必须涨价，你不涨价怎么办呢？那是没有办法的。美国有52%的商品是仰赖进口的，各位去明白这些事情。美国52%的进口商品，它是很高的一个状况。你只要是涨了这些钱，百姓就是多负担这些钱。之前从来没有在那些制造者的国家上面去支付这1毛钱，他们只是没卖，但是他没有多缴钱，他只是没有卖出去，但是他没有多付钱。而美国是他没有得到，但是他必须要多付钱去得到，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它的未来涨价幅度还有可能到30%以上，这是可以去预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它又走回到我们刚刚讲台湾模式是一样的。美国你为这么涨高这么高的钱，你就会变成什么？你就变成入不敷出，因为你的税金会变高，保险费会变高，还有你的支出会变高。在这么高的状况之下，你第一个牺牲的教育没什么好牺牲的，它本来就快乐教育，对不对？你精英家庭本来就不会有事。那么你中低水准的百姓，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是说，我今天我连吃饭都有问题的状况之下，那么我能够牺牲的一定不是我的教育，也不是什么 party， 我能够牺牲的就是我的住房。等于是说我缴不起租金，那我也缴不起房贷。对，房贷本来会比租金便宜的，现在我缴不起房贷，那么租金我当然也缴不起，怎么办？我住车上。我就住车上，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有车嘛。那如果车也付不起，那么你连车都没得住了，那你就只能去买帐篷。那所以说变什么？就变成一大堆的法拍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在前几个月，老师有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现在华尔街很多精英地产商他们就不断的去收购这些法拍屋等哪一天他这个所谓的景气反转的时候他们可以赚了盆满钵满。是不是这个逻辑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只是我听到了一些报告跟消息，但是我没办法去验证。他们开始成条街的去买，那这有没有用？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目前为止，如果我这个算命的人去看你现在这个状况跟我们过去的一些疫情时代口罩令的时代，还或者是以前的海啸时代是不一样的。这一次你一下去，美国可能就翻不起身的状况概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进入到了什么？进入到了一个停滞性通膨，也就是它增长放缓，然后呢通胀往上去增加。所以说后来就发生到一件事是什么呢？后来发生到一件事就是说，你今天无论你是不是在美国生产，然后你都不重要了。你在美国生产，你的确可以没有这些高关税的负担，但是你要是工作的原物料，你还是得付这些关税。所以说你有没有在美国生产，你都得付这高关税，只是有没有再多一个进口关税，或是怎么样节省其他关税，你都得付这个关税，那个是没门的没跑的一个事情。你必须去面对，无论你是不是在美国生产，你都得去负担一部分的关税，因为在美国生产，你就是有原物料进口的关税；那你在境外生产，你就进入美国的关税。无论如何，你跟美国做生意，你就要付很多的税金，这才公平嘛。这是我们特朗普先生所讲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国就变成什么？它的成本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厂商也不会因为你进去你免税，然后我在里面盖厂，因为你的所有的支出变高了，那么你的薪水也要提高。本来1个小时可能只要16块你就变得高薪了。那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连20块都不见得有人去上班。为什么？因为你20块，你可能一天下来28、16、160块。160块你可能还不够，因为1个月3000多块扣掉税，你也可能就快2000出头，因为税比较低一点，快2000出头。但是你的房贷加你的生活成本可能就要3000块，还有你的就学贷款呢，对不对？这些事情就可能不够。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生活下去？然后你就变成是说，你就必须提高你的人工薪资支出，你这样才会来上班。那个时候缺工不是你美国人愿不愿意进场打螺丝的问题，而是螺丝能不能请你打的问题。因为打一个螺丝能够多少钱呢？
所以打一个螺丝你没办法挣这么多钱的时候，那为什么我要请这么高价的人来请你去做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从越南进口这些螺丝，付了关税之后还比我请人跟盖厂房来的便宜，那么我为什么不付关税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川普希望能够透过之前所成功过的 QE， 然后再让他自己可以通过美国这一次的那个所谓的金融危机，然后让他自己可以一有关税，别人都得被他强制到怎么样矫枉过正，就是每一个人跟美国还一样欢迎你们卖到美国来，但是你们要缴关税啊，就是让内部缴关税，然后呢就觉得是说将大家所有产业都回到美国，说这个事情连红脖子都不信了，因为红脖子也是认为。我现在支持你去当总统之后，我们东西变贵了，然后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啊，包含无论是大豆或者其他农产品，就变得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然后你要卖给谁？卖给台湾吗？台湾是一定会买的，但是我们台湾人吃多少？不懂老师意思吗？台湾人吃多少牛肉啊？是不是没有办法吃那么多牛肉？2300万人，你要我吃多少牛肉啊？是不是我能吃多少大豆啊？大豆全世界消耗最高的是中国啊，中国用大豆去做这些蔬饲料，去榨油，这么多种用法。对不对？那但是台湾不行啊，台湾你这么2300万人，每一个人都吃豆油吗？也不是啊，也没那么多猪给你养啊，那就没办法，你就只能吃美国猪跟美国牛，那也无所谓，吃就吃了呗，对不对？吃就吃了呗。但是你能够解决美国问题吗？不行，日本也解决不了美国问题，对不对？那韩国也解决不了美国问题。如果这些国家都没法解决美国问题，那么请问一下，印度能不能进口美国牛肉？不行，因为他们不吃牛。对不对？那你中东地区小弟能不能进口美国猪肉？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牛肉也吃不起，更何况是猪肉，回教徒也不吃猪肉。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的东西根本就无处可去，那么红脖子的那个地方就完蛋了。那你粮食开始产生了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粮食替代率其实现在已经逐步的提高了，没有很足够，但是提高很多，因为他们来源扩展很多。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也做了一个发现什么事情？中国它有20年的一个粮食储备，还有一些战略物资的储备。那这个状况就变得非常严峻，也就是说，即使你现在给他做任何的一个物资的制裁，或者是农产品的制裁，那么对中国来讲，我不怕。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好，那个是个很明显的事情。加上如果你真的制裁中国，那中国反制裁，你美国受得了吗？一个体虚的，一个跟一个吃不饱的，那你说谁会怕谁呢？体虚的先死，吃不饱的我体质好，我也没事。但是你体虚的，你再吃不饱，你一定会出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各位你一定要去小心。现在绝对不是移民美国、移民欧洲、移民西洋国家是最好的时间。你不要把你的小孩他培养的成本花在那个地方，那绝对是你未来没有办法回本的东西。前2天我跟金老师昨天我跟金老师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之前留学加拿大嘛，我就说如果当时你留在加拿大就业的话，其实你现在就是精英人士的，对不对？但是他没办法，至少他就被他父亲被我老丈人逼回来，因为老丈人开公司的回来帮忙。但是呢，后来开了也没了，也没了。那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时代你在欧美留学，他就是成功人士，他就那边得到高 offer， 然后他又可以移民拿到不止枫叶卡，是拿到身份证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像我小舅子他拿到这身份证，对不对？那你在那个地方妥妥的没有问题。那你说那个时候过去了，你没有事情。现在你还要把小孩子送到那个地方去就学，或者那边投资，你肯定完蛋。我已经先跟你讲了，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现在谁去洋人国家，你肯定完蛋，你是肯定完蛋的。去哪里不完蛋？我只能说东协国家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完蛋，有可能完蛋，但是没有那么快。你去到中国，你也不见得好过。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不好，你顶多是拿现在的成本维持中国的生活，那你可以多活个3-5年多了也没有，3-5年看看会不会景气好一点吧。那时候你再回来嘛。对不对？统一你再回来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好吗？好，那这个话题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看其他问题。没办法撑出 AI 材料高科技公约，高科技员工这个是会的哈，这个的确是这样子教期没办法撑住 AI 的问题 ，AI 浪潮的确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 AI 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我在写 AI 的那个助理就是我自己的智能体不是依靠到任何的一个平台下，是我自己建立的平台的一个 AI 智能体，只为我一个人所用，所以不用我可不可以开放给各位不行为我所用，只能我一个人用我个人专用的小学徒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发现真的太可怕了。它当然算命算不准错误率很高，其实风水八字错误率还是有的。即使它盘排对，它后面还是很多是错的。我跟金老师有深度研究这个事情，无论是 DeepSeek、GPT-5 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 Cloud 或是其他的一些 AI 的，我们都去试过了，也试图矫正过它，但是没办法，它的一个广度太高，高到是说你没办法专精在某些特别的地方，还是有它的差别的，好吗？
美国可以合法拥枪，自杀才好才有鬼。这个有两说了，有两说了。以前也是有枪，但是不能说是怎么样了。这个就是看每个状况不一样吧，好吗？美国关税是保护本国主义，其实并不是保护本国主义，它其实是一个过时的关税政策。这个在胡佛时代已经试过，都没有成功。任何使用关税壁垒当成保护自己本国的模式啊，基本上都没有成功。就连中国自己都知道，你一直用高关税，或是你必须用合资企业来强迫外国人把这些技术让渡啊，都没办法长久。所以中国在这几年也恢复成了外国人投资啊，包含了会计产业或者证券产业或者银行产业，他们可以100%的外资。也就是因为如此，有些的浪潮你是没有办法是说用过去的方法去改变到现在，就连中国都没办法去抵抗这件事情，更何况是其他人了，对不对？那有人说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格，对我很严格，但是你只要合法报税合法的会计账做出来，你还是可以汇到国外去啊。你只是你自己的钱没有所得来源，你汇不出去这个事情我相信正常的国家应该是这样，正常的。但我们国家好像不大正常，但是基本上都是应该是要这样的，好吗？郑老师在中国的几万块钱我也汇不出来，只能汇2000，真好笑。去这个工商银行，我真的汇2000块，好像2000块美元，2000块人民币，我都忘了，对不对？是乱七八糟。因为我那边报的税，基本上因为我不是那边人，我没报税嘛，是不是？所以在那边收入啊，就出不来了，好不好？当地赚当地花，花光为止，而不在那边住有屁用啊！好，喝茶，我们继续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讲到就是乌俄问题乌俄问题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乌俄问题我们不是只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两个地方，而是说俄罗斯它现在它的油价，因为它要经济需要，说它打算降价，它本来从67块、61块60多块美元啊，它要降到56块美元。在这个状况之下，已经跌破它荣枯线，也就是说呢，它这样子的油价，它继续往下打的时候啊，它危及到它自己的一个经济平衡。所以说打到这个状况就有点像过去的魏国跟楚国，他们又把力气使到最后一个，哪怕你有铁浮屠之类的一样的雄装劲旅啊，你到后面是很难够去抵抗说你所有的一个打仗啊，那个所谓的耗的这些国力啊，是很难去维持的。所以打仗打的是什么？还是2个字：粮草。不是打了你兵强马壮，打的是粮草。因为只要有粮草，你就打得下去。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乌克兰有没有粮草？乌克兰有粮草，因为北约国家还有美国一直不断给他们粮草，那粮草也要有人吃。问题就是乌克兰现在吃的人不多了。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笑料功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是乌克兰的士兵能够吃掉的不多了。所以像乌克兰他们得到新的装备是什么呢？就是有机器人跟无人机去搭配的，来去战场上去击退俄罗斯的攻击。那这个有没有用？这个是的确是有用的，因为机器人的实验啊，对于这些后面的这些黑手国家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参数这个中国可能只能自己做，然后自己去实验演习实验，但是呢，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可以把这些战场机器人变成现场实作，真枪真刀的去干那干得赢就不一定了。那同样状况之下，那为什么俄罗斯他自己难道工业不强，没办法研发出这些机器人吗？答案是真的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他自己的半导体的工业能力还在300多奈米，300多奈米啊！但是你现在你要用的这些导弹所需要的东西啊，你需要大概150几奈米的晶片，他自己没有办法生产这150多奈米的晶片，即使可以，那也是它的良率只有60%，那是不够的。所以俄罗斯它现在亏是亏哪里？它的无人机还有它的一些机器人，不是说它做不出来，而是它没有原料去做，它没有晶片去做，所以就变成是说呢，它有回到过去像中国大跃进时代一样，它拿什么呢？它拿这些所谓的洗衣机啊，或者其他的家电的半导体啊，那些自动控制那些东西啊，来去放到它的武器里面去用。那这样的故障率高不高？这样故障率就高了。所以说到后面你必须拆家电来去放在武器上面当半导体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仗打起来就很辛苦，那就看你的粮草有没有够。那现在其实俄罗斯它的所谓的一些军援最多的还是在哪里呢？伊朗伊朗的话就跟他去换就跟他换一些其他的技术，然后去交换他们的一些原物料，还有他一些晶片或是他的一些他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什么北韩纪晓胖给他一些弹药去打。但是问题是你真正需要的晶片产业那这个俄罗斯缺乏的，所以现在俄罗斯即使想要做，他也一时三刻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没有光刻机。对，你制裁范围之内包含光刻机嘛，所以说他要拿艾斯摩尔的光刻机，他就必须走私的话，那你一台就不是只有几亿美元的事情。
几亿、十几亿美元的问题了，你就可能暴增10倍、20倍，你才能得到一台光刻机。你有光刻机，你要有技术，你要有制程，你还要封装，一整套的这半导体的产业链，它过去是没有去做的。所以是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力是不是很重要？工业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所有的朝代啊，都取决于你的工业力强不强。粮食跟工业这2件事情是很硬性化的东西，然后这个真的是很硬性化的东西。你有粮食哦，那你就可以打这个仗。所以说，老师过去跟各位讲过一个谚语是什么呢？明君啊不满饷，满饷就是什么不可敌，就是说他只要是士兵吃得饱的，明军的军队啊是天下无敌的啊。这问题就是吃不饱嘛，对不对？走到后来那个满清的八旗军也是一样，吃不饱。连战马都得自己养，那你怎么吃得饱呢？还有他们八旗的，不要说他们军人了，军人吃不饱之外，连八旗要该领的这些粮米，他们的一个铁饭碗也没了，对吧？也没了。那你这些打仗的时候，你的自己的八旗的一些士兵，八旗的满蒙贵族会不会帮你？也不会，因为吃不饱，你没给他钱，然后又不给他做生意，然后他怎么活下去？那就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现在还是有进行反攻，但是反攻的幅度并没有这么高啊，就没办法这么高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吃军饷，没有人去吃这些粮草，那他能够反攻的状况是很低的。所以说，目前为止啊，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他能不能反攻，基本上是不行，他只能当什么兵工器实验场。但俄罗斯能不能推进？他还可以推进。事实上，它还是可以推进，往前推的速度会慢啊，往前推的速度会慢，它就在熬谁先完蛋。所以说，目前的为止啊，我们可以说，俄罗斯啊，按照它的国力啊，它还可以撑2年，继续撑2年这个僵持的状况。但是问题是，乌克兰能够撑2年吗？就变成什么？大家在打消耗战，俄罗斯可以撑2年，那问题是乌克兰你6个月都很悬。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人，你不可能6个月生出一大堆的青壮年吧，对不对？你现在打去的都是不是小孩就是老人，你要怎么打？你要打就没有办法打了，那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即使如此啊，特朗普也希望说在8月22号举行3方会谈，但是后来也是没有办法哦。那个3方会谈后来也是没办法完成，因为这个欧洲的状况跟乌克兰的状况没有办法谈好。泽连斯基现在也在投鼠忌器，该做什么他自己也很难说。如果说错了，他就没办法呼吸；那说对了，那欧洲不让他呼吸。这个其实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讲啊，他就是呼不呼吸啊，这是现在他应该是他最在乎的一个事情了。而现在以乌克兰来算啊，乌克兰现在能够打的士兵少了，武器多了，但是用的人少了。而俄罗斯呢？俄罗斯啊，他的武器少了，人也少了，什么都少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啊，他每一天在打仗的战场上面啊，他们国家每一天需要消耗多少钱呢？根据统计啊，他们每一天啊需要消耗3到5亿美元，3到5亿美元，24小时就消耗完了。战场就是需要这么烧钱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一个兵法就是什么？首战兵冠神速，不是说你打很快别人防不住，而是什么呢？你不打快一点，你后面撑不住。那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它的国防预算啊，已经占了 GDP 的 6.3%， 1343亿美元。那隐蔽性的军事支出会高达了1550亿美元，包含了军工补贴，所以他们的百姓的民生会越来越差。它这个这个通货膨胀也变得非常高哦，通货膨胀高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而它的油气的一些汽油跟那些天然气，就油气的预算呢，占到他们的收入来源的 32.5%， 但是现在他们的乌拉尔油啊跌至 59.97%， 那还会继续往下掉一点，等于说它又跌了 14.4%。所以说啊，他现在必须要去发什么4.8兆卢布来去弥补这个亏空。那谁买这国债呢？可能中国吧，可能其他国家吧。但是问题是在于是说，它财政赤字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不是只有归零高了。我们上礼拜的标题是归零高，它已经不止归零高了，它 GDP 的 1.7% 是负的，负 1.7%， 本来是 0.5 的。然后我老师现在这礼拜找到最新消息是负 1.7%。所以说啊，他现在继续去打，其实俄罗斯啊有点在强弩之末，所以我还是觉得啊，这未来今年啊年底之前呢，打出一个结果的状况是比较高的，因为俄罗斯真的打得过吗？或者是说他真的要去慢慢的去往前打吗？到最后他是不是必须孤注一掷，赶快把一些地方打下来，然后再慢慢谈呢？我觉得这个状况是比较多的，因为包含你这些士兵不打，你光驻扎在原地，那每天也是烧钱的，那都是需要钱的。你让前线士兵吃不饱，他就转过来打你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前面士兵吃不饱，他就枪口朝内了，因为你饿死我，不如让你先死。士兵就像狼狗，他不是咬人就是咬你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是说什么？他自己的晶片产业不够没有办法去处理，哪怕是说他现在尽力研发，他到
目标是2030年，他希望能够做到28奈米的一个领域哦，让它可以自产自销。那么离现在还有4年半的时间，战场也不会维持这么久，所以他现在知道，那么很重要。而美国也知不知道俄罗斯现在问题呢？我知道的，美国一定知道嘛，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美国现在也不打算让它太早结束，只是特朗普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能捞到就捞到，不能捞到就算了，对不对？那只能这样子嘛。那但是呢？只要这样打下去，那俄罗斯的国力会进一步下降，那对北约、对美国、对整个西方国家来讲都是好事，但是对中国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因为太弱的俄罗斯不是好俄罗斯，太强的俄罗斯也不是好俄罗斯，你只能不好不坏，要强不强的俄罗斯才是好俄罗斯，对不对？因为太弱，你不能够当我们北边的防守啊，有你在，那我们北极圈美国不敢染指，那这个对中国很重要。可是你太强，那么蒙古的问题你就会染指，那其他地方，其他在国际势力上面，那中国就没办法去完完全全的去更用心的去处理，因为毕竟还有两国的关系存在。所以说，太强的俄罗斯不是好俄罗斯，太烂的俄罗斯也不是好俄罗斯，俄罗斯就吊着，当个现在不上不下的状况，它就是一个好俄罗斯啊。这个我们要去注意哈，这个其实就是国际一个政治交替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要去理解。然后，那这个问题在这边哈。93阅兵后要收台吗？没那么快哈，没那么快啊，是真的没那么快啊。这个现在各位去调查一件事情哦，这个93他们的阅兵啊，他们最主要的布阵措施啊，其实跟他们战时是持平的，就说他们战争时候怎么打，他们现在是怎么列哦。他们的号称就是说，阅兵期间如果发生战争，他们立刻可以全部出兵，所以说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去挑衅中国。为什么？因为他军事、军备跟军人的士气，还有他们的装备在最顶峰的时候，你他妈去弄他，谁弄他谁死。说真的，中国啊，那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好吧？我们理解一件事情，现在整个世界上经济最强的国家是不是就美国？美国世界一，这个没有问题吧？美国世界一的状况之下，它是基于很多的计算方法，所以它就可以维持美国世界上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是一个它有基础，在以美元为基础状况。但是各位，如果你拿实际的购买力来讲的话，实际购买力来当做你自己的本身的国力强弱的话，那中国是美国的130%，实际购买力跟消费力，它中国是因为人多经济的体制比较完整，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实质上是超过美国的，这不是老师在吹啊，各位可以去看这个实质的购买力的国际报告，你 AI 打一下就有 GPT 打一下就有，你不用说陈老师在吹，好像一天到晚当小粉红，没有，你看起来像小粉红，那是你没看世界，你看了世界你才发现，我操，台湾是搞这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没有意义的东西嘛。就中国的百姓实质购买力是美国的130%，实质上中国的国力是已经超越美国，那其他的军事实力上面也是超越美国。各位在世界专业里面，中国领先有47项，美国7项。就中国进步的速度实在太快，现在美国一直想去消耗俄罗斯，那是对二战的恐惧。你真的应该警醒跟去预防的是中国，而且是中国现在已经强到你无法去压制它，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中国无论在军事跟经济上面是非常之强大。这个目前各位不相信，你到9月3号你去看。你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军事实力其实是超越美国的，至少半个地球里面它跟美国可以分庭抗礼，这个现在是完全没问题的。中国一个国家，如果你是在亚洲决战的话，这个讲的比较含蓄一点亚洲跟那个欧美洲找一个中继点去对战的话，中国不一定会输。我说真的，中国不一定会输，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那弱一点的海军，因为可以修，但是其他国家坏了不能修，中国可以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别。那空军他们有第6代，你怎么跟他玩，对不对？现在弱是弱在哪里？科技真的是落后蛮多的，尤其是晶片的技术落后是蛮多的。落后归落后，不代表你赶不上。这个我们必须要讲，落后个3-5年现在还是有的，但也仅就3-5年。中国现在能够做出来的光刻机到底是不是能够商转？这个老师抱持了一个问号，但是他既然能够做3奈米到5奈米的一个光刻机的话，那么他对做武器肯定没有问题，做武器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武器没问题，那么你的智能产业一定没有问题 ，AI 一定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中国敢说你 H20，你不卖中国，中国净买你 H20，你要买的你给国家写报告，为什么你必须买辉达 H20？对不对？那辉达你只能怎么样？准备一下就 H20了，然后呢要去卖给中国，中国不买了，他只能改什么？改其他规格，但是美国不同意。对，美国不同意，那中国就不买，是不是？你不买，那中国的科技就会往上走很多，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好吗？
它危险是2026年到2027年吗？我还是一句话，这个收台时间两岸统一啊，按照我解出来推背图，我从2019年就算了，是2019年的前5年跟后5年，也就是2019年到2029年的时间，两岸必然会统一。这是我一个神棍所解出来的推背图，一定在这10年之内会统一。当然，有人一直跟我讲但是美国鹰会去收了中国，把中国打倒。各位，你现在用任何一个有智商的人，从过去一直讲到现在，一直跟老师争这件事情的人，你有一点智商，有一点国际 sense， 甚至你看得懂这些国际的报告，你告诉我美国的军事是如何可以打赢中国？这个都不可能，连美国都知道它不可能，而且它还不是在中国本土上或中国其他地方去跟中国迎击，它是靠台湾问题跟中国去打。它对上东部战区，它的胜率都很低了，都不到2成了。你告诉我那个所谓的什么使我者猴，使我雕，那是代表中国会被美国打败。这么多人跟老师搞推背图，我就跟你讲。一定2019年到2029年，这个东西中国必然收台湾，而且台湾可以投降的方法进去。好，这个是我的预测，是不是？我们就拿时间来看嘛，反正也不差13年了，对不对？好，靠背10点了。那最后一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就看什么，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其实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糟，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现在只能做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其实美国做一样的事情，美国经济就过关了，就很简单的事情。当你经济不好的事情，代表说老百姓没钱，老百姓没钱的话，你的房地产一定下跌，你房地产下跌的状况之下，很多断供潮一定会出现，法拍屋一定会出现，所以中国现在有很多法拍屋，很多断供潮，说现在买房子便不便宜？很便宜，但是很多人说老师，那中国房价会不会起来？那你得看法拍屋。如果你看上一季的法拍屋开始下降了，那么你这一季可以期待。但是现在目前为止，法拍屋其实还蛮稳定的在产生。为什么？断供嘛，因为你的就业不稳定，所以说老百姓跟企业之间，他没办法增加更多的投资或更多的就业率，所以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就业。那么中国既然无法去改那么多就业，他就必须要做什么呢？他就必须要去做大基建，所以说我们看到他的新的水库雅鲁扎布江的水库或其他地方呢，要做一些什么西藏到青海之类的这些所谓的一些长城铁路公路。那这些东西都是开始做什么？做大量的基础建设。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中国的现在新一轮的大基建时代是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个是很确实的。所以中国现在不断举债，它举债是做什么呢？并不是救银行业或者救其他产业，它的举债是来做什么？大基建。你只要看这个国家做大基建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未来30年就有可能是立于不败之地。你30年再久我没办法去讲，一试就是20年，一代就是25年。所以我说30年我已经是高估了因为它有大基建计划。中国现在的强盛是在于过去的200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所进行的大基建时代。大家拼命的征收拼命的盖这些房子然后造成中国经济的繁荣。那现在不行了，那么就做基建就并不是说你百姓的房子拆迁，或者是你只有一般的一些住宅区的改变商品楼，而改的就是交通建设。那么有交通建设这其实跟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还有他们自己的先有路，先要富再先修路那这个东西人要富先修路这个东西也是吻合的。所以当交通更加打通，国内的交通更加的成熟的状况之下，那么他们未来的发展会更好。而今天老师在抖音上看到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中国好像发出一个官方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针对的是说什么，他们以特有的那种仅退款的模式也要把它取消掉。所以他们现在在关注什么呢？在关注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的不合理的电商、恶意竞争的电商要把它取消掉。因为为什么？你仅退款的状况之下，就很多的薅羊毛，你损失的是企业，那企业或者小卖家受到影响状况之下，那么你就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度。那说他仅退款要把它处理掉。那之前包含那些小杨哥或东北于姐这些事情他们也在做这些过于去炒作这些民生卖假货的事情去处理。那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老师现在还没有看到可以处理，就是说你的所谓断供潮状况之下，你号称是让他仅付这个房贷本身的本金，不付利息这些事情能不能成真？但问题是他失业了，他连本金都付不了了，那又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在处理。所以我们在看到整个发展状况之下，我们只能说中国的百姓他们能够维持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大基建的计划。而其实美国拿这个作业照抄，因为美国需要大基建的地方太多了。现在美国是有很多的东西还是在2战时期的产物。举个例子来讲，美国的地铁它在盖的时候，中国还在点油灯
对不对？李鸿章去美国看到这个美国的那个地铁跟他们的汽车在路上走的时候，他才发现中国是没救了，所以他在中国就有自己的产业，到现在还活着。各位知道是哪一间吗？所以说呢，在那个时代的东西啊，李鸿章见过的东西，现在的百姓也见得到，因为什么？没有什么改，没有什么改，对不对？李鸿章见过的东西，你现在在原地去看，它还在。所以这个东西代表说，美国要基建的地方很多啊，包含他们地铁、公路、铁路、高速公路或水坝、电力，还有水利之类的东西，太多东西可以基建了。但是它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要奉行的资本主义至上。资本主义至上就是你必须给企业家去做，企业赚钱，政府只做一个引导跟一个监督的角色，所以你要写报告给我啊，然后我觉得可以，你就去做啊，交给你由市场去判断。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由市场判断这个几个字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上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富者恒富，因为两端越有多资源的人，他只会要更多的资源，他不会把资源平均分给他们手下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的一些股份制或是上市公司的制度，本来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这些资本家啊，公司上市之后造成的均富，就大家都可以买这公司的股票，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怎么样有利益共享。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没有，大资本家还是大资本家，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好吗？好，说中国现在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只能靠它大基建计划来解决，好吗？好，那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哦。所以台湾以后就不会给美国欺负了，统一之后吧，统一之后就不会给美国欺负了，对不对？我们给其他人欺负。有本事的人，你才不用被别人欺负；你没有本事的人，你去哪里都被人家欺负。不要说你老板是谁，你就不会被欺负。你自己没本事，当然也是不行，好吗？最后一次我们还是要讲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消灾忏罪法会哈，那个在下个礼拜天我们要截止报名了，还没报名赶快报名哈，这可以回向给英灵、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啊，或是亲朋故友都可以回向啊。这个申月啊是一个很好的月份。那第二个风水课程更新了，各位同学你还没有看的，赶快去看一看啊，不急啊，这次没有功课啊，过一阵子才会有功课，好吗？还没交功课的那就要交啊，不然以后你问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第三个排八字的 APP 跟网站呢，现在产生了一个逻辑算法的故障哦。我好不容易写完 AI 了，我现在得回去写八字盘了啊，然后就把它的东西回去处理一下啊，给老师2天的时间去修复，好吗？好，那下礼拜啊，我们会更新我们的重大的一些进展，好吗？我们更新重大的进展，那其他事情呢，我们就下礼拜再说。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如果我去中国的话，有没有人可以收留我？帮我安家跟带孩子啊，带孩子上课的问题有没有？好了，拜拜了，不闲话了，拜拜。